大家好，2024年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和解对话闭幕式在北京举行。法塔赫和哈马斯签署了北京宣言，标志着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对话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事件在国际社会和中东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响。德国媒体有的持将信将疑态度，这是继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和解后，中国又一次展现和平缔造者的实力与威望。与美国一边倒支持以色列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高下立判。除了变态的西方，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谁在解决冲突、缔造和平，谁又在发动战争、生灵涂炭。我们真的看到了百年未有之变局，这是其中一环。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报道。对立的巴勒斯坦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显然已达成了和解。巴勒斯坦法塔赫组织和哈马斯组织多年来一直是敌人。根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他们现已解决争端，双方为此签署了一份文件。显然，14个巴勒斯坦组织在中国举行了会议，并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以结束他们之间的长期争端。根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其中包括对立组织法塔赫和哈马斯。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除了结束分裂，宣言还设想加强巴勒斯坦团结，没有披露更多细节。温和派法塔赫控制着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激进的伊斯兰教哈马斯于2007年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政权，并驱逐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代表。哈马斯和法塔赫于2011年首次承诺结束敌对状态，然而组建统一政府的尝试屡屡失败。哈马斯，我们要求国家统一。据法新社报道，哈马斯高级代表马苏克证实，他的组织已签署了该宣言。马苏克继续说，我们致力于国家统一，并要求这样。据法新社报道，中国首席外交官王毅补充说，和解是巴勒斯坦各派的内部事务，同时和解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希望在维护中东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北京希望扩大影响力。过去，中国一直声援巴勒斯坦事业，支持以巴冲突的两国方案，这设想了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共存。北京已于4月接待了巴勒斯坦的2个敌对组织哈马斯和法塔赫，就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行了会谈。近年来，中国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美国对该地区传统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枢纽。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建设的港口、铁路线、机场和工业园区，旨在让中国更好地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好，朋友们，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报道就这么多。众多德国主流媒体对此也都给予了报道。德国《明镜周刊》以及《明星》杂志报道的语气有点怪，比如《明镜周刊》的标题为“据称哈马斯和法塔赫希望在中国谈判后结束多年冲突”，《明星》杂志的标题为“中国作为调解人，法塔赫和哈马斯的联合声明遭到怀疑”。我们接着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网友评论。前面很多评论都歪楼了，大谈德国医疗腐败的内政。我们看这条评论吧。哈马斯和法塔赫从去年10月7日之后不久就一直喋喋不休地谈论联合执政。正如我所说，所谓的巴勒斯坦只有恐怖分子。下一条评论：中国媒体现在做得更好了吗？就像我们的每年免费获得90亿欧元的德国国家媒体一样。下一条评论：两国方案就是个笑话，巴勒斯坦会变成什么样的国家？第4帝国吗？干脆把所有人都赶回他们的祖国，埃及、约旦等等等等，然后那里就会有和平了。下一条评论：哈马斯和法塔赫都有同样阴险的目标，摧毁以色列。两者都受益于欧盟的补贴和德国为支持巴勒斯坦而提供的特殊财政补贴，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武器，支持以色列。下一条评论：哈马斯必须这样做，因为以色列已经把哈马斯炸回了石器时代。
尽管他们知道这种和解只会持续到双方都需要对方的时候，但中国还是会操作。下条评论：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却声援加沙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真是没谁了。下条评论：共同实施恐怖行动可能更有希望。下条评论：那我们就应该立即停止对加沙、约旦河西岸和联合国中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所有资助。这些团体是伊朗控制下的一个纯粹的恐怖区域。下条评论：中国正在开展中东政策，如果大国全力转移，此地的局势不会平息。接着看看德国国家电视2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西方继续向战犯和儿童谋杀者提供武器。下条评论：还好有中国人，除了欧尔班，欧洲在外交上全面失败。下面这张图是乌克兰外长访华的消息。下条评论：不用有任何疑问，他们都是恐怖分子，无论是哈马斯还是法塔赫。下条评论：北京、法塔赫和哈马斯都是完美无瑕的民主人士和人道主义者。下条评论：哎呀，又是那些中国人，他们赞成和平，不是吗？我帮一位昔日的朋友的朋友问的啊。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左的媒体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积极承认中国没有加入点火行动，而是试图将巴勒斯坦各派别拉到谈判桌前，以便以色列能有一个接触点。迄今为止，以色列还没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再好不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越来越重。然后是跟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好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如果看看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维吾尔人、香港、新冠病毒、台湾，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下条评论：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他已经竭尽全力分裂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下条评论：这只是一纸空文，签名的人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下条评论：以色列绝不会容忍这样的政府。下条评论：以色列根本不能容忍一个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政府，约旦河西岸，所以会有什么变化吗？下一条评论：对此，以色列没有发言权，巴勒斯坦人也有民族自决权。下条评论：中国的建设性作用，伊朗和俄罗斯是合作伙伴。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是一个由中国支持、伊朗保护的伊斯兰阵线，其最终的统一目标是摧毁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下条评论：团结一致的西方国家却愚蠢地袖手旁观，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是对以色列几乎不加区分的支持和不承认巴勒斯坦的必然结果。尽管加沙地带有6万人死亡，但对侵略者的恐怖行为只采取了不痛不痒的措施，这导致今年已造成300多人死亡。中俄两国接管和平进程将是致命的，赶紧行动起来，反思一下我们根深蒂固的国家政策吧。好，朋友们，从以上评论来看，这家德国中间偏左的媒体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以及对中国作为调解人角色的态度，好像是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有一点点负面的态度。同时呢，他们觉得中国的国际分量增加了。我们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右的媒体《世界报》的网友评论，可能画风与刚才中间偏左的媒体的网友评论不太一样。与此同时，或者说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武器，然后用这些武器来对付以色列。下条评论：在中国支持下，团结一致打击以色列。下条评论：对我或以色列来说，只要他们继续呼吁摧毁以色列，哈马斯恐怖分子与谁和解并不重要。下条评论：如果欧洲人和美国人做不成任何事，中国人就可以。这是西方外交政策失败的一个令人尴尬的例子。他给以色列开出了一张无休止的空头支票，除了偶尔的口头抗议外，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恰恰只有中国竟然可以说服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军，从而遵守适用的国际法。下一条评论：
当美国和欧盟咬住乌克兰的一块废墟时，中国正毫不客气地接管世界其他地区。特朗普是对的，西方的主要威胁来自中国，这就是为什么他也想让俄罗斯摆脱中国的影响，就像尼克松和基辛格让中国摆脱苏联的影响一样。下条评论：中国、俄罗斯、伊朗及其恐怖组织和朝鲜这4国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此外，我们还不应该忽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正在努力向哈马斯和或真主党提供武器。例如，《纽约时报》在2023年10月7日写道，在一场全球范围的口水战中，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支持哈马斯。官员和研究人员称，网络宣传和虚假信息的泛滥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下条评论：他们是否也在协议中为杀害1000多名犹太人而道歉，并承认以色列国？下一条评论：不错的尝试，但也注定要失败。大多数阿拉伯人根本不想要和平，只想战胜以色列。下一条评论：因为哈马斯实际上已经死亡，那这就是合乎逻辑的一步。但和解并不长久，因为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几乎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一样激烈，因此请拭目以待，做吃瓜群众吧。下一条评论：这是民主的又次失败。下条评论：2007年第一次就以流血告终，高兴就好。除此之外，中国对欧洲周边地区的干涉可谓无处不在。也许中国人应该从德国接走巴勒斯坦难民。下条评论：这倒是个好主意，毕竟他们的人口也在老龄化，但中国人不能冒险让他们的比世界其他国家好得多的社会主义展现种族主义的丑陋一面。下条评论：这么说，中国一直在中东煽风点火，否则现在也不会有这样的切入点。中国为了自己利益不择手段，看看乌克兰、伊朗等国家。下条评论：中国的政策是无与伦比的虚伪，他们将2个威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联合在一起，他们大谈稳定，却支持毛拉政权和叙利亚的阿萨德，而这2个政权和组织都支持破坏稳定的恐怖组织。在外交方面，红色中国是不可信的。下条评论：中国正在实现美国和欧洲无法实现的目标，或许有机会达成长期和平解决方案。下条评论：这让我想起了在瑞士召开的乌克兰和平会议，这也是他们想要规划的战后时期，可惜没有战争对手。这进步证明了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山寨。下一条评论：只要中国人不承认台湾独立，他们想在这里支持2国解决方案就是个笑话，而且还至少为交战一方的真主党提供武器。下一条评论：我永远无法理解国际社会中有多少人同意并希望通过劫持人质使恐怖主义合法化。只要仇恨在巴勒斯坦蔓延，就永远不会有和平。下一条评论：是的，当然，与魔鬼交朋友。中国想以救世主和调解人的姿态出现，以色列将走自己的路，不会因此而动摇。下条评论：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必须撤出中国，远离中国，否则我们很快就会完蛋。下条评论：冯德莱恩可能要当众晕倒了，中国人怎么敢篡改西方的版图？下条评论：这是中国外交的成功，典型的现实政治党所取得的成功。由于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施加了巨大压力，所有恐怖组织被迫联合起来。用现代西方媒体的宣传口吻就是，这促使他们投入中国的怀抱，这并非坏事。此外，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中国人成为和平解决方案的调解人。西方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双方党派色彩太浓。我们以前做得更好。下条评论：中国应停止向真主党提供武器。如果承认巴勒斯坦的2国方案，中国也应该承认台湾国，否则它会变得非常荒谬，除非只看表面的结构。下条评论：中国人并不关心对我们来说是否荒谬的说法，他们有明确的计划并耐心的执行，不像我们，不同的新政府经常提出新想法。不幸的是，
这是民主国家的缺点。下条评论：哈马斯和法塔赫都是假装支持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巴勒斯坦民族的犯罪团伙，是为了不断向以色列施压和恐吓而杜撰出来的，把加沙地带彻底夷为平地，然后在以色列的统治下重建，其他的一切都行不通。下条评论：继非洲之后，这是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又一举措。好吧，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发现了吗？特别是德国中间偏右的媒体《世界报》的网友评论，几乎都是挺以色列，对中国以及中国促进巴勒斯坦各派别和解持相当负面的态度。刚才有位网友甚至说，把加沙夷为平地，给以色列来重建更好。这样的话好像有点反人类吧？这不就是纳粹的阴魂不散吗？